講到張活游，大家可能唔識，佢就係香港著名已故導演楚原嘅老豆張活游。1950至60年代香港粵語片著名演員，出生喺廣州，祖籍廣東梅縣，原名張幹裕。佢喺1939年演出第一部電影《大破銅鑼陣》，擔任男主角。1952年創辦中聯電影企業有限公司，同吳楚帆、白燕等合作拍下大量粵語片經典，好似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、《可憐天下父母心》等。佢同吳楚帆、張英同埋李菁合稱為四大小生。1976年，張活游加入無線電視。1980年因患上心臟病而淡出拍攝電視劇。1985年12月10日早上喺香港住所睡夢中心臟病發逝世。12月15日喺世界殯儀館以佛教儀式出殯，隨即奉舊柴灣歌連臣角火葬場火化。張活游喺廣州西關置有2處物業，其一就位於恩寧路16府西2巷。張移民香港後，該棟2層高小洋樓由女婿葉兆柏居住代管，屋入邊而家仲保留住張活游喬遷時嘅整套坤甸木家私，進口輪皮玻璃、柚木地板，仲有當年劇照、戲籠、戲服衣架。2013年，該洋樓被掛上荔灣區登記文物保護單位牌匾。張活游去世後，佢喺廣州嘅房產一直未能收回，而佢嘅女婿葉兆柏都係出身於粵劇界，曾經師從薛覺先、白駒榮，佢自然比起外父，自己嘅名氣唔值一提。葉回憶50多年前，正當紅嘅張活游經粵劇文武生羅品超介紹，喺廣州西關買下2間屋，一間位於永慶1巷，另一間就係面臨清拆嘅16府西2巷。據廣州市國土房管局查冊資料顯示，該房產類別原為私產，至1984年先由張活游補辦房產證，但張去世後，其女兒同埋包括楚原在內嘅2名仔都未辦理繼承手續。雖然老屋理論上仲係屬3兄妹所有，但政府依產權不清晰為由要求代管，故女婿葉兆柏須喺限期內搬出。葉表示，因為老婆都已經離世，而張活游嘅仔長居香港，多年嚟都鮮有來往，要就老屋問題協商恐怕非常困難。張活游外形敦厚老實，飾演嘅角色都係正直善良，觀眾一見到佢出場，就知道佢演嘅人物決唔會係壞人。呢個大好人嘅定律，去到1966年嘅《黑玫瑰與黑玫瑰》，終於被破天荒打破。張活游竟然飾演一個大奸角，此片張活游演一個壞事做盡嘅黑幫首領鐵面閻羅，全片張活游都係套上頭罩演出，只聞其聲，不見其人。張活游嘅仔楚原都係一位妙人，可以話係滿腹經綸。喺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嘅頒獎典禮上，佢獲頒終身成就獎，佢卻話自己受之有愧。呢次都係佢最後一次公開露面。1960年，張活游曾經同白燕一齊主演《可憐天下父母心》，呢個係一部現實主義力作，係仔楚原嘅成名作。楚原成名好早，60年代就已經係知名粵語片導演，70年代加盟邵氏，拍攝嘅2部母女片《火並》《愛奴》評價都好高。1976年《流星蝴蝶劍》嘅上映開啟咗古龍改編電影嘅黃金時代，呢個係楚原執導嘅第一部古龍電影，憑該片榮獲第22屆亞洲影展最優良美術設計相思獎。奇情母女大師迎嚟事業高峰，人人都知古龍母女寫意飄逸，泰國意識流，武打動作一筆帶過，好難改編成電影劇情。但《流星蝴蝶劍》就係其中特例，更像係一部披着母女片皮嘅懸疑諜戰片，堪稱70年代母女版《無間道》。
喺1976年嘅香港，對於無聊嘅普通觀眾嚟講，能夠喺一部電影入面見到如此多嘅反轉，喺觀影體驗上都算值回票價。全片觀眾大概都冇功夫留意男主角孟星雲同小蝶嘅愛情，精力都撲咗喺推理每個陣營入面邊啲人係叛徒，劇情反轉到令人懷疑人生，永遠唔知道叛徒就係身邊幾親近嘅人，係母女小說特有嘅古龍範。電影入面嘅人物好具有古龍特色，有因必報，輕生從義，一言不合就自裁，命說唔要就唔要，睇唔到半啲猶豫。凌雲飾演嘅葉翔得知自己當年遇到嘅女子就係小蝶，小蝶係老伯嘅女兒，因為怕孟星雲唔知實情殺咗老伯害咗小蝶，賭上性命去老伯處告知孟星雲，然後自裁而死。整個故事都係宣揚一個道理，身邊人無論親疏都可能瞬間反目，幾乎所有人都係死在太相信身邊人嘅問題上，但老伯除外。1972年喺《鹿鼎記》完結後，金庸徹底宣布封筆。1970年代古龍嘅高產期開始到嚟，雖然近年嚟少有古龍改編影視出現，但係1970年代幾乎每年都會有多部作品影視化，即使係而家再紅嘅作家都唔會有如此多嘅影視化項目。喺當時古龍係當之無愧嘅頂級大流量 IP 作家，而對古龍作品影視化最多嘅，自然係當時嘅母女片大廠邵氏。邵氏出品嘅古龍電影有24部之多。而素有奇情武俠大師之譽嘅楚原，就係將古龍作品改編成電影最多嘅邵氏導演。楚原拍咗20部母豬片，其中2部係金庸小說改編，其餘18部全為古龍小說改編。自1976年《流星蝴蝶劍》以嚟，楚原開始同古龍長期合作。《流星蝴蝶劍》呢本小說喺古龍嘅母豬作品中並唔係最出名嘅，遠唔及楚留香、陸小鳳、小李飛刀、絕代雙驕等名頭響亮，但偏偏就係呢本小說被倪匡推薦俾當時事業陷入困境嘅楚原。楚原捉實咗呢根救命稻草，突然間就翻身成咗母豬片嘅新潮流代表人物。邵氏母豬片嘅2大幹將非楚原同張徹莫屬。其實楚原原本都姓張，係粵劇大師張活游嘅仔，由執導粵語片《可憐天下父母心》出道。1971年入咗邵氏。雖然楚原唔及張徹桃李滿天下，但70年代嘅邵氏票房仲係靠楚原撐住，素有楚千萬嘅美稱。從風格上嚟講，楚原手下嘅古龍母豬電影同張徹有着明顯嘅區別。張徹樸實陽剛，楚原則浪漫艷麗，素有奇情武俠大師之稱。其中一樣就係楚原嘅布景。喺胡金銓嘅母豬時代，慣常嘅做法係實地勘景，為咗一個太陽嘅角度等上一日。呢顯然唔係追求效率嘅邵氏所能接受嘅。楚原則將空間嘅容器都放喺攝影棚嘅內景之中。楚原慣於靈活使用道具同燈光，用假山、植物、水體同燈光、煙霧去設計，完全唔需室外取景，直接指揮人手喺攝影棚入面搭景。正係自《流星蝴蝶劍》開始，喺攝影棚入面實現一定嘅景深，但又唔顯得過於虛假，冇廉價感，正係楚原嘅高明之處。小蝶嘅住處就係較為典型嘅楚原式佈景。孟星雲喺呢度同小蝶嘅對談，用春天同蝴蝶暗喻愛情嘅短暫，直接將古龍小說嘅文字語言直接轉化為用咗對白。楚原嘅鏡頭往往躲喺植物之後，嚟烘托人物嘅神秘感。例如對高老大臥室嘅鏡頭，鏡頭躲喺花瓶同沙醬之後，佈景入面加入咗唔少唔可描述嘅圖，肉感噴薄而出，
事實上，邵逸夫同方逸華對呢方面都比較感興趣，特別叮囑楚原呢度可加入唔可描述嘅鏡頭。高老大對葉翔因為同小蝶嘅愛情一蹶不振十分唔滿。葉翔同高老大呢一連串對話，台詞露骨到令人髮指，唔可描述同搞笑完美融合，成咗本片嘅名場面。另外，楚原嘅打戲唔似張徹嘅暴力美，流星蝴蝶劍，追求簡單寫意，甚至對焦喺近處嘅樹枝，將對打嘅兩人虛化，只求氛圍，唔講動作，咁嘅新風格流行咗起嚟。2018年，楚原獲頒香港電影金像獎終身成就獎，佢喺自己嘅太太南紅同寶貝孫女嘅陪同下上台領獎。就係呢個台上，楚原講咗一番非常經典嘅發言：你哋將一個終身成就獎頒俾一個終身冇咩成就嘅楚原，你哋就係硬要我講句受之有愧，而我確實受之有愧。回首半生青衫人老，喺漫長嘅人生中，有開心嘅時候，但係困難嘅日子都有唔少。人生大概都係失意倍多，如意少。佢話自己嘅電影《72家房客》打破咗香港票房紀錄，老細即刻俾佢加咗10倍工資。嗰時人人都話佢係香港最幸福嘅導演。佢又話10多年後，佢嘅戲唔賣錢咗，拍咗幾部撲街片之後，就想拍《天龍八部》。開工前一天，邵氏嘅方逸華女士直接撕咗佢嘅通告，質問佢邊個批准佢拍《天龍八部》嘅，仲問楚原如果賠錢咗佢能不能賠得起。隨後方逸華女士仲非常唔客氣咁話，楚原根本就唔懂咩叫電影藝術，根本就唔會拍電影。嗰時人人都話佢係邵氏公司最難堪嘅導演。楚原話人生呢2個字就係歡聲同淚影4個字砌成嘅，冇咩奇怪。任何人，無論你昨日多風光，也無論你昨日多失意，第2日天光嘅時候，你一樣要起床做回一個人，繼續生活落去，因為明天總比昨日好，這就係人生。唔講你唔知，人生就似打麻雀咁，有東南西北風，打到北風嘅時候又係另外一個人生。如果你老得似我一樣，老到冇工做咗，記得年輕嘅時候要剩啲錢，老得似我一樣嘅時候，連終身成就獎呢啲老人牌都拿到咗，那你就應該管他天下千萬事，閒泥輕笑兩三聲。到老嘅時候，無論外面發生咩，管他喜怒哀樂，管他恩怨情仇，全部都當佢係菩提明鏡，笑一下就算咗。古今多少事，都付笑談中。最後楚原先生送俾大家幾句佢最中意嘅《鋼鐵是怎樣燒成嘅》入面嘅話：當你回首往事時，唔因碌碌無為而悔恨，唔為虛度年華而羞恥，那你就可以該傲咁對自己講：你無悔此生。楚原先生嘅一番發言發人心省，直到頒獎典禮嘅第2日，好多嘅港人依然喺回味老人家嘅呢一番話。